村里冒出一个红毛怪物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毁坏房屋，惹得百姓苦不堪言。龙王三太子斩妖除魔，却因此触犯了天条。没想到观音亲自为他求情，还赐予了他一把能斩妖除魔的宝刀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极其罕见的神话老电影，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评论看过，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没听说过这部影片。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金陵城外的栖霞山里突然冒出一只吃人的红毛老怪，他无恶不作，到处毁坏房屋，百姓们都深陷水深火热之中。龙王三太子不忍百姓受苦，他要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只见三太子变出一个布偶，然后朝空中抛去，就变成了个白猿，紧接着又长高了数十丈，随后就跟红毛老怪纠缠在一起，双方打得难舍难分，于是又转变成法术攻击。红毛老怪使出一招电影逼人，怎料被白猿吐出的烟雾轻松化解。接着红毛老怪扔出捆仙绳，将白猿给绑了起来，没想到白猿一个闪现消失不见。见红毛老怪一头雾水，白猿乐得哈哈大笑。红毛老怪这下急眼了，逮住白猿一掌把他拍倒在地，然后趁其不备又从背后给来了一掌，直接把白猿给敲晕球了。解决完白猿，下一个就是三太子了。他搬起一座大山朝三太子砸去，却被三太子一剑击穿。红毛老怪朝三太子不断的喷出火焰和闪电，逼得三太子显出金龙真身与之抗衡。红毛老怪一看这下不好对付了，于是撒丫子就跑。三太子则追着红毛老怪不断发出激光，红毛老怪不敌化为金龙的三太子，最终他被劈成了灰烬。四周城内一个算命先生叫住了一个光头，表示他印堂发黑，再往前走10步必将大难临头啊！怎料光头不信，我去你奶奶的，敢诅咒大爷我！说完就把他推倒在地。随后光头继续向前走，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卖花女，上去就是一顿调戏，随即拿出一个金元宝要买下姑娘。姑娘表示我卖花不卖身，谁要你的臭钱？光头大怒，要将她强行带走。这时那个算命先生走了过来，刚才你打我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可你现在竟敢强抢民女，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了。说完就一拳打过去，没想到却被光头反杀，直接把他给揍死了。卖花女要他杀人偿命，光头却表示他是自己找死，说完就要把姑娘往家里拽。没想到这时算命先生的尸体突然消失不见，原来他竟是龙王三太子变的，而这个光头正是臭名昭著的孽龙。两人也算是旧相识，既然双方谁也不让谁，那就用武力一决高低吧。两人来到城外，双双显出龙身开始战斗，两条巨龙缠斗在一起，打的那是昏天黑地，山崩地裂。两人从空中一直打到了海里，双龙决斗遭殃的还是黎民百姓，打斗引发的海水将房屋淹没，不少百姓也都因此丧命。而两条龙依旧不管不顾地打着，最终孽龙不敌三太子，被他一口给咬死了。三太子虽为民除害，但也因此触犯了天条，造成海水泛滥成灾，黎民百姓死伤无数。玉帝派天兵天将要将他斩首，三太子一脸的委屈，难道无心的罪过也不能饶恕吗？何况我是为了除害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他也只好乖乖受罚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此前的那个卖花女走了过来，她向天兵解释了缘由，希望能放三太子一条生路。岂料天兵大怒，你一个凡人瞎管什么闲事？说完拿剑就要砍向他，怎料姑娘突然消失，没想到她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观音算出三太子会遭此劫难，于是特意赶来点化他。龙王三太子无心造孽成灾，本座已经呈报玉帝赦免其罪，但今后你不许再以金龙真身与妖斗法，因为龙行有雨会再次酿成灾祸。随后观音菩萨还赐予他一把能斩妖除魔的神刀，并告诉他若能与大禹神像合璧，便能无敌于天下。湖面开始沸腾，随后竟然裂开了一个口子，从里面飞出2男1女，而他们正是光头孽龙的师弟师妹。三妖此次出来就是要为大师兄报仇。紧接着他们兵分2路，开始寻找三太子的下落。三师兄和小师妹施法来到李府，因为他们听说李老爷有一个祖传的大禹神像，两人就想找李管家合作，想办法把神像弄到手。管家刚开始并不同意，但当他看到肤白貌美的小师妹后，直接就改口答应了。这个老太婆捂着胸口哎呦哎呦的叫，她大声喊了儿子王礼和，嚷嚷着要吃生肉。王礼和说家里养的鸡鸭猪羊都被吃完了，我上哪儿给你去弄生肉啊？老太婆说家里头没有，你就不会出去买啊，但买肉也得有钱呀。王礼和浑身上下穷得叮当响，于是就打算去李府找未来岳父李老爷借钱。可自从王家家道中落后，李老爷就看不起这个准女婿，所以就想趁这个机会解除婚约。所以他不仅不借钱，还当众羞辱了他，表示只要王礼和肯解除婚约，那李老爷就会赏他黄金100两。但王礼和非常的有志气，他表示今后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再登李家大门一步。正当他要离开时，李小姐赶来叫住了他。李小姐是个很传统的姑娘，她表示自己生是王家的人，死是王家的鬼，然后交给王礼和2锭金元宝，让他快去给未来婆婆买肉吃。这令王礼和感动不已，
岂料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一个要上吊的小伙，一问才得知，小伙是因为拿不出娶媳妇的彩礼钱，就想寻短见。最后，善良的王礼和竟直接将2枚金元宝都送给了小伙。没买到肉，母亲就开始发脾气了：“你不给我买肉吃，是想眼睁睁看我死掉吗？既然你那么懒肉，那就用你自己的肉来给我充饥治病吧。”孝顺的王礼和也没二话，撸起袖子就要让母亲啃他的手。正当老太婆要下嘴的时候，三太子突然现身，将胳膊变成了根擀面杖，把老太婆的门牙都给割掉了。三太子对他说：“你的母亲早就被这个血魔给害死了，如果她真是你娘，会忍心吃你的肉吗？”血魔见身份暴露，干脆也不装了，直接变回了原身。原来他正是孽龙的二师弟，他到处残害人命，目的就是为了引三太子出来。两人相约明日一早在玄武湖决一死战。隔天一早，三太子乘船来到了玄武湖。这时湖面开始翻腾，血魔直接从湖底钻了出来，他挥动大尾巴想要抽死三太子。由于不能显出真身，三太子只能用观音赐予的降魔神刃与之抗衡。没想到血魔看着挺吓人，可战斗力却很一般，没几个回合就落了下风，最后被三太子的神刀砍掉了头。三太子告诉王礼和，自己已经铲除了妖魔，老太太九泉之下也能含笑而眠了。王礼和感激涕零，说要与三太子结伴同行，为江湖除祸害，为人间报不行。这时观音菩萨突然现身，告诉三太子，海底三魔他现在仅仅只是除掉了其中一个，前途艰险，苦难重重，唯有取得李老爷手里的大禹神像与降魔宝刀合并，才能杀女妖除难怪，使天下太平。紧接着，三太子和王礼和就假扮主仆2人来找李老爷提亲。三太子谎称自己是亲王，他此次微服私访就是为了要迎娶令千金的，聘礼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。李老爷看后喜上眉梢，当即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但是李小姐只爱王礼和一人，她告诉父亲，今生今世除了王礼和，她谁也不嫁。可李老爷为了能攀上皇家，就逼迫女儿必须嫁。怎料李小姐性格刚烈，只见她掏出一把匕首，直接就把自己给戳死了。这下可好，把女儿给逼死了。李老爷真是后悔的要命，嘴里嚷嚷着要再多的钱有什么用，我的宝贝闺女都没了。三太子说他有办法能救活小姐，但必须要答应他3个条件：第一，必须同意李小姐和王礼和的婚事；第二，财产要分1半给王礼和；第三，就是要把你家祖传的大禹神像借我一用。为了救女儿，李老爷当即就答应了这些条件。随后三太子小手一挥，就救活了李小姐。李管家连忙找到女怪和男妖通风报信，把李老爷要把神像借给三太子的事儿告诉了他们。本以为能博美人一笑，结果却被女妖一掌给拍死了。看来这家伙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两妖此时心急如焚，若是三太子得到神像，到时候可就不好对付了。于是两妖决定先发制人，合力发动洪水淹没村落。眼看洪水即将淹没整个乡镇，三太子让李老爷赶快拿出大禹神像，只有神像才能退洪水治妖魔。李老爷连忙命人从后院把神像挖出来，交给了三太子。妖魔作乱，洪水成灾，还请禹王治水降妖，拯救黎民百姓。话音刚落，神像就发出了阵阵金光，打在了正在作乱的南怪身上，疼得南怪嗷嗷叫。南怪被击退后，洪水也成功流回了大海。接下来就是要去收拾女妖了。原来这女妖是个蛇精，只见她吐出一股烟雾，熏得三太子睁不开眼。三太子却是气定神闲，以心为眼，挥动手里的降魔神刀，最终将蛇精成功斩杀了。然后就是要对付南怪了，但这家伙一直躲着不露面，于是观音菩萨就赐给他一个香囊。香囊散发的味道是南怪最爱闻的，只要利用香囊就一定能引他出来。没想到这李小姐竟然愿意以身犯险，带上香囊主动引了南怪出来。南怪没想到自己会中了天魔的圈套，最后三太子用神刀成功斩杀南怪。本以为万事大吉，没想到这时他们的师傅大魔头又冒了出来，嚷嚷着要为徒弟们报仇。这下神刀也不好使了，三太子找准机会就开溜，可魔头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凭借一双激光眼把三太子折磨得够呛。然后魔头吹起黄沙，将神刀给封印了起来。危急关头，王礼和抱着大禹神像赶来，只见神像发出耀眼金光，解开了被封印的神刀。三太子找准机会将神刀往空中一扔，神刀和神像在空中合体，散发出来的力量直接把魔头给接了个粉碎。三太子平妖有功，不仅将功折罪，而且还另有赏赐。观音让三太子先回龙宫，静候玉帝的加封旨意。